他把雪白的手啊放在我的肩膀上，祝福我要活得轻松，像那青草生长在堤岸旁。但我那么年轻，始终不肯同意，如今却又热泪盈眶。倒是蛮应景嘛。怪了，附近是不是没之前热闹了？哎，那边的两位，你们怎么还在这边？哎，两位，可别光在这边逛了，烟火马上就要开始放了，在这儿可什么都看不见呢。怎么这就……不成，寻梦者，咱也得去找个好地方。哎呦，可真比咱还会夸大其词呀，这不是也还早吗？不过咱是得先歇歇脚啦，穿着一双皮鞋可没那么适合跑来跑去。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吧。可是，松雀的事，难道就只能那样结束吗？可越是这样，他……寻梦者，你喜欢听故事吗？怎么，你要在这里讲故事？人们不都这么说吗？回忆是种不可靠的小动物，觉着某个地方缺东少西时，它总是就地再造出来一些，接着小心翼翼地填上空白。所以咱本来也想把自己的事情编成故事，好让人口耳相传，流芳百世。结果大概咱的确不是那块料。一起散步了这么长时间，好吃的好玩的都见识过了，咱也愣是啥都没编出来。当了这么多年骗子，咱骗人的本事却好像根本没有长进啊。可为什么非得编个故事呢？是因为满打满算，我们也只认识了1天的时间？倒也不是这么回事儿啦。怎么说呢，咱多少还是能猜到你的心思嘛。他肯定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，不得不那样去做。说不准他虽然看上去既庸俗又胆小，但其实可值得敬佩啦。怎么，吃惊啦？咱走南闯北那么多年，这点心思还是能看出来啦。所以，你的意思难道是为了回应我的想法，给我留下一个符合预期的印象，你必须得先编造一个故事？嘿嘿，咱实在没有那种大义凛然的东西嘛。要咱说，这会儿也的确是个好机会，应该故作深沉地讲一些自己的人生哲理，让别人一听就觉得，哇，这还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。就算咱真的就这么死掉，别人也会因此总是记得咱，时不时把这段经历拿出来显摆显摆，当当谈资啥的。可咱偏偏没什么值得一提的过去。
没什么值得自夸的品性，也没什么能拿出来显摆的本事。真要说起来，你看那边的路人倒是比咱更值得一问呢。路人？是呀，你看那边带着女儿的父亲，如果咱是他的话，不就可以说，为了女儿，我当然愿意做任何事。多帅呀！哎，这么说来，咱是不是可以和你打听打听，在你那场梦里，咱真的死了一次不成？看上去什么样子？有没有从容赴死，大义凛然，看着可了不起啦？虽然……哎，竟然真有！咱大义凛然啊！咱没有打断你的意思，只是有些太惊讶了。所以，虽然是什么？虽然你没有按自己的想法死成，利用自己的身份做掩护，绝杀死了其余所有的树，我们彻底失去了阻止他的办法，于是狼丘就毁灭了。啊，我算是明白了。自打从那个梦里醒来，你只要看见咱就眼里带着愧疚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要我说呀，咱们都是普通人，做不到的事情，那一般是真的做不到。人活着，还是得认命，过得太纠结可没意思。这样说起来也不怕你笑话。刚才瑟利姆小姐找过来的时候，咱看着四平八稳的，其实差点没给吓死。在那之前，咱还以为自己真的一点都不怕呢。不过，难道因为咱恰好是欺瞒之术，都怕成那个样子了，竟然也没生出什么怪物来？可是，你又为什么不答应他呢？他不是想救你一命吗？哎呦，就算咱配不上这个名头，但怎么说也是个树呀。而且，怎么说呢？就算他和小色拉都愿意保我，到最后，师父多半还是会自己下手吧。如果事情迟早都有这么一步，却还要搞一出临阵脱逃，那也太折辱咱的面子了。哎，先不说这个了，关于我，你还有梦到其他东西吗？其他的……啊，那时候你讲起了自己小时候在孤儿院的经历，说是希望我回到欧夏之后能够改善一下我们对你的记载，让你看起来更加讨人喜欢。这倒有意思。怎么样？那会儿咱商量出什么没有？比如，现在你回去的话，会和欧夏的人怎么说？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如果你希望的话，我可以去试着纠正他们。那位欺瞒之术，看起来似乎不像是个骗子。不，那可不成。许梦者，其实咱也猜得到你会这么想啦，毕竟也是传说中的人物，现在这副样子只是虎落平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显露出自己真正的本事。可是恐怕咱还是要让你失望啦，就像你看见、听见、梦见的那样，是个骗子倒也还好，但其实咱确实什么都不是呀。这么说可真没志气啊。想当初咱刚开始走南闯北的时候，和现在可不一样。那时候咱踌躇满志，决心要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，然后衣锦还乡，回到那家孤儿院去好好的显摆显摆。结果呀，用不了多久咱就发现世上那么多事情，咱是这也做不好，那也做不好。都不怕你笑话，从孤儿院跑出来都那么久了，
咱就连小偷小摸都不会，讨不着饭就只能硬生生饿着。不过咱看开的倒是快，大多数人不都一样嘛，所以呀，咱就换了个主意，没本事也不要紧，只要能讨人喜欢，当个老好人也不错。结果呢，做了不少委屈自己的事，好处没蹭到多少，还要被人看轻一头。没有当好人的天赋，没有当坏人的能力，思来想去，咱也只能当骗子。可咱在江湖上无名无姓，说出话来也是没人相信，只能冒充那些有名的江湖术士，忽悠忽悠和咱一样没眼力的小老百姓。就连自己这松雀的名字都是那时候借过来的。原来松雀不是你的本名啊。嗨，咱孤儿院长大的，本名能帅气到哪里去？玛利亚，多老土啊，是吧？而且要是顶着这种和凤凰州不沾边的名字，谁还找咱看相算卦呀？那倒也是，对吧？松雀大师，那立刻就不一样了，金发碧眼也能说成是仙风道骨。不过没成想，就是因为做着不积德的买卖，咱最后遇上了师傅，还混了个术的名头。否极泰来，一般人哪有咱这么好的运气啊？照理说，既然咱命中的富贵全靠师傅赏光，那师傅要收回去，咱也不该有二话，不是？可咱又觉得，真要事到临头，咱或许溜得比谁都快。既贪财又怕死，那说的不就是咱吗？只是咱心里虽然害怕极了，可脸上却又抹不开面子。徐梦哲，虽然大家都不会把话说得那么直，但你们欧夏流传的那些记载，要是让一个认识咱的人来写，恐怕就大不一样啦。没有半点用处，连个骗子都当不好。就算有时候姑且能讨人喜欢，但也没个长性。老实说，比起自己的小命，这可能是我更害怕的东西。哼，咱本来就被乡亲们当作七术当中最没用的废物，要是这种时候不支棱一下，以后咱还有啥面目像现在这样？要是咱真溜了，那这琥珀街的烟火也就根本不复存在了吧？你看，事情就是这样，到头来，钱财也好，小命也罢，什么都抵不过一张面子。反正要救郎秋，大概也没别的法子了。等那时候到了，咱只要把心一横，眼一闭，那从此以后，咱就不会什么都不是啦，能真正的青史留名，成为了不起的大人物。这样以后你和别人提起松雀是咱的朋友，那也能腰杆笔直，要多得意有多得意。就算那会儿咱啥都不知道了，也一定能泉下有知，你说是吧？不，可是再见了，徐梦哲。
能保护好你，我也觉得很有面子哦。